今天给大家唠唠某董卓啊，这个武将牛逼了。一直留意三国杀 OL 这边更新的朋友都知道啊，他上个月出了一个随时随地都能大小便啊，不是制造永动机的某董卓，无限仰慕起坐啊，跟个超级赛亚人一样，谁都干不死，直接空降全服军霸第一。但虽然说比着之后出的 DIY 大神南华老仙还是小巫见大巫了，但他也依旧给玩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不过在上次测试中啊，大部分朋友他只注意到了这个将的永动机以及强度啊，反而没有太关注到某董卓这套技能组设计本身。某董卓的技能设计非常精妙，叙事感很强，你能从他的技能组中读出董卓的人物成长曲线。随着世代发展、对局发展，董卓的形态会发生变化。从进京前骁勇善战、力大无穷，拥有出色战略眼光的吴董卓，到进京后独揽大权、培养党羽、不顾是非、铲除异己的暴政董卓，最后进化到荒淫无度、暴虐成性的完全体大董胖。屠龙者终成恶龙。我们看技能，某董卓是一个4血的武将，没削弱之前是5血，他的初始形态是吴董卓啊。这时候董卓人还是很有精气神的，意气风发。就你看这个皮肤，你能看到这个人身上的倦态吗？看不到的呀，很自律啊。讲道理，这个时期的董卓，那应该是比视频面前很多朋友是要自律的。你也不要觉得我胡说，要不然陈寿也不会对他有履历过人的描述。那很多朋友啊，看个什么骚鸡女武将皮肤就忍不住了，对吧？看个什么纸片人就忍不住了，还在评论区讲出来，就不是很理解。到正题，这个时期董卓奉大将军何进调令，进京协助诛杀宦官清君侧，于洛阳城外驻军观望局势，思考下一步行动。其实也没啥思考的，在风口上猪都能上天。现在洛阳城里面没有一个人比你董卓拳头硬，你直接进去把城里面的士卒啊、宦官啊全都赶走啊，收割胜利果实啊，没毛病。游戏里面这个形态的董卓拥有的技能叫观变，顾名思义，观望局势的变动。锁定技，游戏开始时你的手牌上限，其他角色与你的距离，你与其他角色的距离将 X 为游戏人数。军八开局啊，某董卓直接就能加8码，其他角色对于他来说也是加8码啊，他打不到别人，别人也打不到他，潜行即无敌。同时呢，某董卓他也有非常高的手牌上限。我董卓也不闹幺蛾子，就在洛阳城边踏实吞牌搞防御，避其锋芒，权且忍让，为后续进京夺权做出准备。而接下来，在你发动完凶逆或封赏后，就到了董卓的2阶段了。这比董卓还坐在龙椅上面啊，手上拿一个鞭子是吧？玩的挺花啊，有那么一瞬间是真羡慕了。我也好久没玩那么花的啊。先看凶逆啊，出牌阶段开始时，你可以弃置一张牌，其他每名角色需弃置一张与此牌相同花色的牌，否则受到你的1点伤害。很直接的一个技能，不管你在朝堂上还是在私底下，你不随我董卓意，和我意见相悖，我就打击你。有人说这肉酸，可咱家说了，咱家不怕酸，不怕。弃置一张牌，直接号召其他所有角色弃置相应花色的牌，弃不出来就掉血，无差别打击。我在回合内弃一张黑牌，你们回合外红牌留得多，那你黑牌大概率就弃不出来了。我董卓就跟你搞服从性测试，不服我就抽你。那这是对于不服从我的人来说的，服从我董卓也会给你好处啊，对你进行封赏。出牌阶段限1次，或有角色进入兵组状态时（括号每回合限1次），你可以将本回合弃牌堆中2张花色相同的牌分配给等量角色（括号每轮每花色限1次）。对，有人进濒死，有人要嘎，那咱就能发尸体财。从弃牌堆捡2张花色相同的牌分配出去，你也不用担心弃牌堆里面没有同花色的牌啊，因为董卓可以通过他2技能凶逆逼其他角色弃同花色的牌，这俩技能是有配合的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，如果你没把牌分给自己，你就视为使用一张不计入次数的酒池啊，致敬了一首老董卓。这个封赏经历过2次削弱啊，初始版本没有后面这句（括号每轮每花色的牌限1次），也没有前面这一句每回合限1次。那这样的话确实就实现永动机了，配合黄盖直接就能双方排堆，这放在正常对局中肯定就是不合理的。而2次削弱之后的封赏看起来就很老实了，一回合就1次嘛，发动完就阳痿了，不像他以前一直在制冷，现在他就是一个发动频率还可以的过牌技能。你也不要指望靠这个技能整什么花活了，
配合兄弟，踏踏实实在棋牌队里面挑个好牌给，对吧？一轮能捡个桃子给出去，当个借国家用一用，他就差不多了。什么都要讲求一个适度啊！而且你董卓自己进入濒死状态的时候，这个封赏要是没分给自己，你在之后是能喝口酒救自己的。对，就这个技能，即便被削弱了，我觉得也依旧是一个很实用的技能，真不要看低它了。某董卓最令人惊艳的技能还是他的主攻技纸饼。锁定技，指纹阶段，若其他群势力角色累计使用黑色牌达到3张，你加1点体育上限，并恢复1点体力。6张，你获得借力如的焚城；9张，你获得老董卓的崩坏。这个技能一看就是在讲故事啊，对董卓乱政时期的变化进行了一个浓缩，正好3个阶段。乱政初期刚执掌政权，董卓的事业还处于上升期，那这时候董卓他也正儿八经算是东汉末年第一主公啊，所以说再给他加1血1上限。到乱政中期啊，咱董卓有权有钱有女人了，那就开始霍霍了。我董卓什么都不在乎了，为达到目的我不惜牺牲一切呀。老百姓老都城，对吧？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，对于我董卓来说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让大火燃尽一切吧，直接焚城。他这个拿的还是 OL 借力如的焚城啊，可以自选起始目标的那版。那场上还有个借力如，直接一局双焚城，你能顶得住吗？这里是取自演义里面董卓听取李儒建议火烧洛阳的典故。那说到借力如啊，有一个小道消息可以分享给大家啊，也不算小道了，大道消息啊，就是在12月7号三国杀 OL 的周年庆活动中，咱这个借力如啊，直接登录就送了，还有一个免费送150抽的活动。说实话，有点不像我认识的三国杀了。咱还搁那分析这借力如多少玉玺，8玉玺、10玉玺的，这直接免费送了，这分析牛抹呢。回来看董胖到乱政后期的董卓，那更是不用说了。沉迷进了女色，董卓他什么都可以压抑，性是最不能压抑的。来，美人香一个是吧？这时候董卓就已经废了。浑身上下除了赘肉啥没有。整体来看啊，某董卓他是一个设计感非常强的武将，全篇都在围绕董卓这个人物本身来讲故事，不像很多武将设计啊，我也不点名了，反正就想一出是一出。设计师先是天马行空想出来一个技能，然后再把这个技能就硬套到一个三国人物上面，这样设计也能设计出来操作性可玩度都很高的武将，但你在契合度方面就很难做得很好。这就是2个完全不同的 DIY 思路。那我个人还是更喜欢某董卓这样历史契合度更高的武将。他在三国杀 OL 谋系列里面，论设计是能排到前列的，论强度也可以。即便经过了2轮削弱，但他也依旧是能在团队里面担当重任的武将。OK， 这是某董卓。待尔等拼个你死我活，老夫再来得这渔翁之利。老夫让你死，天王老子也救不下。美人计，哈哈哈哈哈！老夫什么美人没见过？